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使人驾到的你不知道三国系列，我是主持人叉叉 Y， 我是金老师。好的，欢迎回到我们节目。我们这一集要来聊聊的是《三国》这个电视剧的第29集。这一集呢，我们还是一样要来聊聊的是官渡之战。那官渡之战呢，我们这一系列的节目已经做了第3集了。我们第1集是介绍了有关于官渡之战的背景嘛，袁绍主攻，那曹操主守啊。第2集我们介绍的是局势呢陷入了双方僵持的状态。那我们也顺便带到了袁绍底下的军师田丰的故事。那这一集我们要介绍什么呢？故事讲到这里呢，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逆转。当中的这个关键人物呢，就是许攸这个角色。那许攸到底是何许人也？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呢？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金老师喽。好，那我们接续官渡之战。前面讲到嘛，袁绍动用过什么高台射箭啊，是挖地道啊，都不成功嘛，所以双方才陷入到对峙局面嘛。那过程当中，双方还有不断的去抄截对方的后路。好，因为如果你能够对于对方的后勤造成影响的话，有可能也会让主力军队崩溃。那双方对峙一段时间之后呢，谁撑不住呢？反而是曹操先撑不住了。这边真的要感慨，可见两个势力双方的国力差别有多大。你看袁绍派遣的军队是曹操的好几倍以上，结果没想到反而是曹操，你明明是主场作战，而且你的人数还比较少，结果是你自己喊出来说，我真的粮食不够了，我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了。可以看得出来，袁绍的势力真的远胜过曹操。那眼看撑不住了，曹操其实有曾经写信给镇守在许昌或者叫许都啊，反正就是这个地名啊，主要军师荀彧说，我真的受不了了哈，我想要撤退。结果荀彧立刻回信说，你无论如何必须给盯住。大概用意是说，你这时候撤退，军心就立刻散掉。现在大家苦苦支撑嘛，你如果承认我真的打不赢，就算你能够退到许都，其他人难道还会继续追随你吗？所以你要做给他人看，就是不管怎么样，就是这个时候我不会退。这大概是荀彧为什么要他继续坚持下去的原因。不过电视剧在这边也有做一些解释嘛。我记得荀彧那个时候就有讲说，丞相写这封信表面上是问我说我到底该不该退，可是实际上他早就已经决定好了嘛。我觉得这是个蛮不错的新解析啊。说真的啦，很多时候我们问别人问题说，你觉得我该不该这么做呢？是不是往往其实这个人已经有点心里有点建设了，他只是想要来找你做第2次的确定，就是好，你看你也支持我的哈，好，我就决定这么做了。你是不是生活当中常常遇到这样的案例？对，有时候啊，这个男朋友女朋友讲这种话的时候，你就要非常非常小心啊。你看起来好像很有这方面的阴影啊。毕竟这个已婚之人常常会有这样的这个经验啊。比如说什么啊？今天你想吃什么呢？随便啊，你觉得呢？你今天有没有洗衣服呢？原来是这个样子啊！就是这个问题，它本身不是问题，它只是要你做一个表态而已。所以我其实觉得这个新解释还蛮不错的啦。对，那也的确啊，不管谋士他的纪律再怎么漂亮，真正重要的是谁？决策者嘛，对，你才是那个拍板做最终决定，并且为整体做最后负责的人啊！你看袁绍底下有没有好的军师？有啊，田丰啊，他提的建议好不好？好啊。袁绍最后怎么样？失败啦，因为是他自己选择不要接受的。曹操的确有询问荀彧，荀彧也提出你要苦撑待变。那真正决定要苦撑待变是谁？曹操啊，对啊。所以这个看得出来，曹操他强大的抗压素质。总之就是决定继续支撑，但其实说支撑好像很简单，那战况还是非常非常的危急哈。结果此时呢，袁绍那边出事了。什么出事呢？他底下重要的谋士许攸，有人揭发说许攸的家人在河北那边贪污啊。那袁绍就说，好啊，老兄，不好好做事情，还想办法增加你的灰色收入，你这个家伙所以袁绍对许攸就有一些问责的意思。不要忘记田丰给予袁绍的批评是什么？就是这个人外表宽厚，内心猜忌很重的
外表宽厚都可能内心猜忌了，何况这时候袁绍都已经跟许攸讲说，你没事搞什么灰色收入，你给我注意一点哦。他都没有跟你在演啊，他是不是内心其实已经超级火大了？是啊，所以许攸就觉得说，哎呀，此地不宜久留哈。正好许攸其实跟曹操也算是有旧友认识的关系。那至于这个关系怎么来的，下一集再跟大家讲。总之，我们先继续专注在官渡之战，许攸就叛逃到曹操那边去。那根据《曹瞒传》这个史料记载，两人见面的画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生动。《曹瞒传》的原文是这么说的：公闻攸来，这个公就是曹操，攸就是许攸，显出迎之。什么叫显？就是说光着脚丫子就跑出去了。因为以前古代人，你起码要穿袜子嘛，要穿鞋的嘛。结果一听到许攸来啊，光着脚丫子就出去，代表说非常非常的雀跃，这个求贤若渴啊，这个内心非常非常激动啊，就连那个鞋子袜子都顾不得了，就立刻跑出去迎接，抚掌笑曰：“子卿远来，无事计，你来了，哎呀，我大事可成了哈。”双方就怎么样客套一下，开始入座。许攸就先对曹操讲话啦：“袁氏君胜，何以待之？今有几粮乎？”袁绍军现在占有优势，你该怎么办？你先跟我说说你的粮食还是要多少嘞？曹操就说：“尚可支1岁，可以支撑1年。”许攸说：“无事，更言之。”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少跟我来这套，你给我换一个说法。曹操就说：“可支半岁，就是我大概半年啦。”许攸又说：“诸夏不欲破袁氏也，何言之不实也？”你是不想打败袁绍吗？面对我还说什么谎话？你到底要不要说真话？你说。曹操就说了：“相言细之啊，刚刚是说着玩啊，其实可1月，我该怎么办？就是我跟你说实话，最多就撑这1个月啦。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？”哇，这一段我记得在电视剧里面有呈现非常非常生动的描述啦，是因为他也忠实还原了曹操他没有穿鞋子，然后就跑出来迎接许攸嘛，很开心呐，而且旁边的那些随从啊，就还说丞相穿鞋啊，非常非常的有趣啊。那你刚刚讲到的这一段呢，我记得电视剧也有提到说，两个人双方对话的时候呢，许攸就问说，曹操你到底还可以撑多久？曹操一开始是说我可以撑1个月嘛，那许攸当然就回答说，你不要跟我说假话啦，跟我说实话。他说10天呐。最后面的许攸又讲说，你不要再给我骗哦，你就给我骗2次哦。他说没有啦，其实到明天就没有了。我觉得他的那个急迫性又更强了嘛。对，因为这个其实是仿照《三国演义》小说的说法，就是有一种曹操疑心病很重，然后对许攸也是要瞒一下，其实也是很正常的啊。我怎么知道你真叛变还是假叛变？其实基本上就是曹操就是那种瞒到最后就说，你凑过来，其实我只能支撑到明天啊。然后许攸还说，少编废话，你现在就没粮了。然后曹操还要大惊说，你怎么会知道？对非常非常生动啊。不过这是小说，真实历史则是只聊到说我就剩1个月。试想看看，要是真的粮食就吃到今天你确定你人还要待在这边不可能嘛，你早就该撤退了嘛。是啊，对，好，总之双方也算是交底了我们最多也只能再撑1个月了那许攸你说该怎么办？许攸就说，你现在粮食都快吃光了是你最危急的时候，你唯一可以赢的机会就去烧袁绍对方的粮食，因为再精锐的军队没有粮食支撑，它也会瞬间瓦解。问题是袁绍他的粮食在哪边？这才是重点啊！你猜看，曹操想不想烧对方粮食？当然想啊，为什么不烧？不知道在哪里呀？那谁知道？我许攸知道。许攸说，在故事乌巢，这个袁绍囤了非常多的粮食，你现在就立刻派精锐部队突然的去攻打他，只要你能够烧掉那边的粮食，不出3天，袁绍大军立刻崩溃。曹操大喜过望啊，因为刚刚有说过嘛，他想不想劫粮食？早就想了，现在是终于有人出卖了袁绍军粮的所在地。那曹操有多么重视这件事情呢？当时曹操就亲自挑选精锐的部队，甚至外观都化妆成为袁绍军队的样子，然后呢，就率领这批军队亲自攻打乌巢。那乌巢有没有军队镇守？其实是有的，而且这个人跟曹操还有点关系。曹操早年曾经被
汉灵帝提拔成为校尉，因为都在西元军这个体系之下，所以叫西元八校尉。那西元八校尉除了曹操之外还有谁？有一个人叫淳于琼，而此时驻扎在乌巢的就是这位淳于琼。所以其实曹操去攻打乌巢，不是说打一打就打赢了，没有，淳于琼是有立刻进行反应，拼命的来进行防守。于此期间，乌巢被偷袭的消息传回到袁绍的耳中。那袁绍一听到说什么曹操竟然偷袭了我的粮草所在地，你是袁绍，你该怎么办？许攸在哪？给我赶快出来！原来就是你许攸去搞的哈，对，好，不管许攸了，这个时候是要赶快去救援嘛，赶快救啊，赶快救啊！此时突然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，就是我们在乌巢那边哈，军容壮盛，曹操一时间是打不下来的。现在曹操都已经特别率领部队去攻打乌巢了，他的大营怎么样？一定空虚。又来了。对，我们应该主攻大营。所以此时袁绍有2个选择，第一个就是赶快派遣主要的援军去救援乌巢。好，这是一个纯粹的防守战略。那另外一个战略是什么？就是乌巢救不救，我们另当别论。总之，现在曹操大营空虚，是一个主攻的最好机会。那最后结果怎么样呢？袁绍他就说好，我还是有派遣部队去援助乌巢。那主力军队则是往曹操的大营推进，这是一个一举攻克这个南坑骨头的好机会啊！此时视角再转回到曹操这边，曹操此时前有淳于琼的防守军队，后面又有人告诉他说：“哎呀，袁绍的大军已经要包抄到我们后面了，主公，请你立刻把攻击部队拆分一小部分，先去后面挡一挡吧。”可以想象就是说，假设曹操军队有5000，他可能会说：“主公，你分个1500啊，或分个1000人啊，稍微阻击一下那个袁绍的援军吧。”结果这个时候曹操痛骂说：“不要管后面的那些人，因为我们唯一的目标只剩前面的军队，前面能够攻破全都不是问题，前面攻不破，就算我们把后面的军队给挡住了，我们迟早还是死路一条。总之不要多说，全力进攻乌巢。”在曹操的身先士卒以及命令之下，乌巢最终被攻破。好，那袁绍大批的粮食就被烧掉。果然事情的发展就如同许攸所说的，乌巢被烧，粮食尽毁的消息传回到袁绍的军中时候，袁绍军中立刻士气涣散，包含主要进攻曹操大营的部队，当时是有2个人率领，一个人叫张合，这个人是后来曹魏著名的名将，以后我们还会重点提到他。另外一个叫高览。总之这2个人算是袁绍底下的大将，正在率领部队不断冲击曹操的大营。结果此时呢，他们一来先听到说什么后方粮食被烧啦，哇，这是重大的危机啊。另外一方面又听到别人告诉他们说，有其他的军师在袁绍前面诋毁你们说，为什么那个大营一直攻不下来？一定是那个张合跟那个高览跟那个曹操有勾结啊。好，所以你看，不然的话，曹操的军队已经那么虚弱了，为什么他们用优势兵力还攻不下来呢？哇，此时张合就觉得说，惨哦，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我现在是真的没攻下来嘛，对不对？如果我这时候立刻撤回去见袁绍，那猜看下场是什么呢？哇，袁绍应该又要听信这些妖言惑众的东西对嘛？人家外宽内忌嘛，对不对？好，算了，我投降。于是张合跟高览就率领精锐部队，竟然直接跟曹操的大营投降了。OK， 哇，这一来一往真是损失太严重了。袁绍的部队开始逐渐的分崩离析，最后袁绍只能率领的极少数的部队撤回到黄河的北岸去。官渡之战就在这个偷袭乌巢的戏剧性的扭转之下，袁绍大败，曹操大胜。不过我还蛮想问说，那经过了刚刚我们所说的描述，官渡之战在最后的结局是袁绍惨败嘛？是。那袁绍惨败之后，他毕竟还是一个北方霸主啊。对。那他接下来应该就回到他的北方老家就好啦。是。那其实后来曹操的谋士就有建议曹操说，你应该在乘胜追击，就是这次换你主动渡过黄河去攻打袁绍了。于是在官渡之战的隔年又爆发所谓的仓亭之战。注意仓亭这个时候就已经换成是曹操主攻，
袁绍主守。那其实仓亭之战历史对他的详细描述非常非常少，只知道最后结果是怎么样，曹操再度获得了胜利。袁绍连续吃了这2场败仗之后，当时河北很多地区就开始陷入到叛乱状态，应该会觉得说，哎呀，本来的主公不行的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应该改换姓曹才对了哈。那袁绍在仓亭之战的隔年，不断的率领军队去平定各地的叛乱，最终他就因为操劳过度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个心理打击过大，会想说，本来应该是我获得胜利了，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呢？总之，不管是心理因素还是操劳过度，他后来在官渡之战的2年之后就吐血身亡了。哇，这一段好像电视剧也有完美的呈现出来啊！是，但电视剧呈现的太快，他感觉起来不是2年，好像是2天之后他就吐血身亡，所以他就骑马骑到了西边，然后就吐血了。是，我觉得这太快，但是也可以理解，因为比这个快的还有哈。你不会好奇袁绍死后，难道曹操就一口气取得河北的江山了吗？这个也是我蛮好奇想问的，因为毕竟袁绍他过世之后，他还有儿子啊。对，没有错。很多人会说袁绍不是没有才能哦，你要想想看，在一开始袁绍其实他的军威国力都比曹操还要更加强盛。一个没有能力的人，他能够成为河北的霸主吗？他一定有他的能力嘛，只是他命中遇到的克星就是比他更强大的曹操。那曹操比他强大的地方，或者是说袁绍不如曹操的地方，除了可能谋略不如或是用人不如之外，他最大的错误是什么？就是他生前没有立下一个确切的接班人。袁绍有主要3个儿子，长子叫做袁谭，二儿子叫做袁熙，三儿子叫做袁尚。本来应该是谁接班？嫡长子啊，对啊，袁谭接班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袁绍后来渐渐的不喜欢袁谭，所以他用一种方式剥夺了袁谭的继承权，就是说，哎呀，我有那个亲戚啊，没有小孩哈，我把那个袁谭哈过继给这个亲戚吧，就是这个儿子送给你们了哈，他以后实际上是你们的儿子了哈。袁谭等于说，虽然实际亲生父亲是袁绍，但他的名义父亲就此换人了，也就是他的继承权被剥夺掉了。好了，长子继承权被剥夺掉了，那应该换谁？那就第2个啦。那就第2个啊。袁绍奇怪就在这个地方啊，就是他竟然也跳过了二儿子，直接就觉得说，我比较喜欢袁尚，看得出来他都比较宠爱小儿子。像最初他放弃偷袭许都，也是因为说啊，我的小儿子生病了，我好难过啊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好像越小的儿子他越疼爱，所以袁谭跟袁熙都有被外放出去镇守地方。袁尚则是随时被他携带在身边。你要知道，你离权力越近，就代表说权力越眷顾你啊。就好像很多人会说，一个机构当中的实权派是谁？是老板之外就是秘书。为什么？因为秘书就离老板那么近嘛，他离这个权力的更新代换的速度是最快的嘛，对不对？或是有人讲说，实际在做事的就是那个副手嘛。对，总之不管怎么样，袁尚就因为离袁绍很近，所以等到袁绍算是蛮突然过世的。因为刚刚有说嘛，他其实身体状况垮得很快嘛，对不对？吐血而亡啊，没错。所以在他可能没有交接的很清楚的情况下，总之到最后，居然是3儿子袁尚取得了主要的权力。这就很奇怪啊。袁谭就觉得说，奇怪我才是大哥对不对？那至于2哥袁熙，这个人就一直没什么表态，很平庸。大家会觉得说，论宠爱，我也不是最被爱的那个；论长幼，我也不是最大的那个。你要知道，老2这个就是谁，就是这要上不上，要下也不下。对，最容易在被家庭当中被忽略的那个就是老2了，所以他就算了，随便怎样。不过袁熙是比较挺袁尚的，毕竟袁尚获得主要比较多的地盘，也获得比较大多数谋臣武将的支持，反而袁谭是少数。本来曹操会觉得说，袁家看起来有分裂的趋势哦，于是就挥军继续去攻打袁家。此时袁家3兄弟一开始还有立刻派出部队去抵抗曹操。曹操有个谋士叫做郭嘉，他就告诉曹操说，你看这个3兄弟怎么突然开始合作起来呢？因为他们现在有共同的敌人。通常你内部有危机，有的时候如果外部有突然来了一个共同敌人的话，大家可以暂时放下
成见嘛，对不对？是。那主公你就要注意哦，你干脆不要那么快去攻打袁家，你就索性暂缓攻势，因为一旦你不是他们的主要威胁之后，猜看袁谭袁尚他们最想解决掉的是谁？就互相彼此闹内讧嘛。对嘛，袁尚就会想说，哎，大哥你赶快去死啊！你死掉之后，就再也没人跟我争了。袁谭会想说，你才去死你死了之后，再也没人跟我争了。果然，在郭嘉的提议之下，曹操再度采纳了正确的建议，他暂缓对河北进攻的角度。那他后来就趁着袁尚率领主力军队去镇压袁谭的时候，再度进攻，最后把袁家最重要的基地，也就是邺城，河北最大城市给攻略下来。随即他也是利用袁家持续分化的机会，逐渐的鲸吞蚕食。事实上，官渡之战都已经过了好几年之后，曹操才彻底的平定河北地区。由此可见，袁绍打下来的基业其实真的是还蛮雄厚的。如果袁绍有好好确立接班人，有一个统一的接班人跟曹操互相的抗衡的话，会不会打赢曹操？我猜还是不会，因为你连你袁绍都不行了嘛，对不对？你那几个儿子都比起你更没出息嘛，对不对？你顶多只是再更延缓时间，但说不定曹操要花更久的时间才能完全统一这个很强大的河北集团。但可惜你袁绍不听老人言，这个田丰他们的意见，急于求成，结果连续2次输给曹操，然后你又不好好立接班人，就导致袁家最后盛极而亡的下场了。好，以上就是我们这一集的内容啦。我们花了3集的篇幅来聊有关于官渡之战的来龙去脉。不知道大家在听完这3集的内容之后，你有什么样的想法，或是你针对曹操跟袁绍这2大势力有什么样的看法？欢迎在留言区帮留言，我们来做互动跟讨论哦。你不知道三国系列，我们下次再见，大家拜拜，拜拜。